新版本老鼠得到加强，已经成为了 T1 的主流阵容。老鼠到底该如何搭阵容？3试验品还是5试验品？装备如何选？后期如何转成95？这期视频赤霄将解决大家对老鼠阵容的所有疑惑，并且通过一场实战讲讲老鼠阵容里的一些细节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老鼠5试验的拼法。5试验品的优点在于成型容易，穷举有一战之力，缺点也很明显了，要搭载2张没用的低费试验品挂件，后期也很难利用上厉害的5费卡。所以老鼠最核心的拼法还是以3试验发散，搭载出更多的高费强力卡。在有终身黄铜的情况下，这套阵容需要开出更多的羁绊来增强，但在没有黄铜的情况下，只需要考虑局部的最强阵容即可。那么我们在9级如何提高这套阵容的上限呢？首先最传统的一种拼法就是上一个铁男。铁男在携带2件正确装备的情况下，即便是1星都能打出非常不错的效果来。注意将铁男放到一个2侧都有保护的安全位置来，方便他砸出更多的普攻来。女警来了则可以直接替换掉麦迪，杰斯则可以替换掉船长。这版本后排的杰斯不厉害，可以考虑把杰斯放在前排作为一个坦克。塞维卡也可以用作位的一个上位替代。而如果我们要上兰博，我们最好考虑同时上一个瑞尔。这里如果伊利斯是1星，或者卫士1星，安贝萨是1星，瑞尔都可以替换掉这些义子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来了6费卡，我们同时也可以挂6费卡，例如狼人。这里如果来了狼人，我们尽量不要开5试验品，因为我们的格子本来就不足，而5试验品并不能很好的增幅我们全队的实力。如果狼人来了，我们只需要让狼人来吃老鼠的格子即可。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套阵容在装备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点。老鼠需要有2件启动装和1件输出装，在保证1件阳刀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红 buff 或者水银，剩下的在输出装里任选其一即可。老鼠的神器中只有收集者是胜率最高的装备，其他都是非常差的装备。老鼠的光明装备中，这3件比较亮眼，强度都是按照顺序依次排名的。在满足老鼠装备的情况下，蒙多的肉装基本上只需要捡破烂即可。这里可以着重注意一下血手与泰坦，不仅可以给战士使用，也可以勉强充当蒙多及格的肉装。蒙多由于其双抗和减伤的同时缺失，任何装备到他手里都不算一件太差的装备。我们在老鼠阵容里也可以兼容一套物理装，给魏和安贝萨使用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老鼠本身携带轻羽，触发破甲的效率比较低，可以考虑给前排做一件薄幕，或者当女警来的时候给女警做一件轻羽。我们还是通过一场实战来讲讲老鼠阵容里的一些细节，以及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考虑老鼠这套阵容。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场上的局势和海克斯。我们目前是一个偏向螃蟹的开局，但我们的装备都是以法装为主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考虑去赌最近强势的螃蟹。而低费赌狗中又没有强势的法系阵容，所以这个超级巨星我们尽量不要选。这里拿经济显然是最稳的，而如果拿噬火的话，我们也有机会通过强势的装备来打出连胜来。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天降金币，因为就像我之前视频一直说的，经济类型的海克斯能够让我们进退自如，既可以在下面连败，又可以抢人口连胜。就算我们拉人口打不出连胜，我们的经济也不会特别差，导致整局游戏都在坐牢。我们这里选完海克斯回来，刚好发了1张2星的德莱文。这个时候我们有装备锻造器，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为德莱文做合适的输出装。这里我们合下了羊刀，那我们这把就是一个很优势的开局了。我们既有经济，又有一个不错的胜负关系。这个版本最强的过渡就是以羊刀为基础进行的过渡。我们在拥有羊刀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摇摆、蓝发、极客和老鼠3套阵容，甚至包括外交船长，在牌多来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去玩。
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连胜被断了，因为我们的前排质量实在太差了。就算我们在这里拿了一个装备或者战列海克斯，也大概率赢不下来这一局。可以说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连胜有时候真的看运气，而把握住连胜和连败，尝试在对局中找出自己的节奏才最为重要。选秀这里我们有全套，考虑拿下魔抗做水银，一定是当前场面最强的打法。很多人会觉得水银这件装备输出太低，实际上能够为羊刀提供启动的水银是一件非常优质的装备，就像上个版本的金丝猴一样，在上个版本中，水银就是金克斯最强的装备。如果我们要走老鼠阵容，我们的老鼠无法挪动位置，就需要水银来防止一些控制。如果我们要玩蓝发等其他阵容，我们则需要无尽或者法爆来利用上水银的暴击。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拿了经济海克斯的情况下，依然打出了不错的节奏。这种局我们的优势就很大，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强势的4费卡阵容。由于我们有大量的经济，基本上保底都能抽出一个阵容大致的形状来，同时有一个高血量作为容错。我们无论是存钱连败上9，还是干脆就在8级抽到死，我们基本上排名都不会太差，掉特别多的分数。我们这里的城邦是装备，野怪又只包了3块钱，如果没有这个经济海克斯，我们在3-2都不一定能顺利拉到6级，我们在5级就天然的打不过那些6级的人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报任何的大剑和大棒，报的是额外的1张弓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们大概率是要去玩老鼠了，因为老鼠就算是3启动装都不会特别缺输出，但如果是其他的阵容，3启动装就明显有些刮痧了。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，老鼠阵容里只有老鼠1个人能带羊刀，所以狂暴到底肯定是不行的。这里有一种打法是说狂暴到底可以去玩极客，不知道强度高不高。首先哨兵免是要刷掉的，我们这里的装备如果去走哨兵会严重缺少输出。这里刷了一下看见了终身黄铜，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定正老鼠了。外交飞机那边我们的装备不适合飞机来打输出。选秀这里我们多出来了1张弓，考虑到我们如果再拿1张弓合成红 buff 来提高我们当前的实力，也不一定能赢下对手。为了日后更好的装备分配，我们选择拿下了腰带，这样在野怪爆完装备之后，能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空间。否则一旦我们在这里合成了红 buff， 如果野怪再爆弓箭，我们就不太好消化了。况且弓作为第3件装备并不会特别差，无论是找到魔抗合成分裂剑，还是找到大剑合成巨杀，都算是老鼠能用的装备。野怪我回来，我们装备爆的还不错。这里有2种合法，一是合成日炎来补充一下重伤，2是合成血手和冰甲。这里我选择合下了血手和冰甲，因为血手放在蒙多身上是一件合格的装备，而冰甲能够帮助蜘蛛至少开出1个大招来，这样我们就能让我们的装备全部合出来，不至于空2件装备在身上浪费我们的战斗力。我们来到第3个海克斯，这里其实拿下第1个痛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我们的经济还不错，并且老鼠阵容能够接纳非常多的5费卡，所以我们选择了125。这里刷新的有点快了，如果慢一点的话，可以考虑变形重土器。我们这里有一张2星的船长，能够变出一个2星4费来。
我们因为有高额的经济，并且老鼠这个阵容能够拼非常多的4费卡和5费卡，所以只要我们钱到位，基本都能递出一个不错的质量来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停手了，稍微存一点钱，方便我们日后上酒。一般情况下，第3个海克斯我们要迅速做出决定，因为我们在4-2要进行大量的辩证，需要大量的操作空间。这里我们场面的质量已经很扎实了，除了少一个狙神之外，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再抽别的卡了，可以存钱上酒了。由于我们这把有终身黄铜的存在，狙神的增伤也显得可有可无。同时，我们这里的搏击用的是赛维卡来进行打工，并不能开出2指法的羁绊来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上这个麦迪来为老鼠开出狙神羁绊，不用过于考虑给蒙多养3件神装。注意一下他团战的发挥，如果能稳定的放出2个大招来，就说明你给的3件装备是正确的3件。注意一下，尽量不要给救赎和兵甲这样的高蓝量启动装，防止门多在没有怎么掉血的情况下就已经率先放出了一个大招来，浪费了很多生命值。老鼠这套阵容伤害来的比较慢，所以尽量在中后期补上重伤，否则在面对战士型阵容时会稍显乏力。我们来到异变选择，我们第一个就刷到了巨人体型，是门多能用的坦克型异变，我们就直接拿下了。这里如果你有一个塞满装备的2星战士，也可以考虑给战士拿异变，否则就给前排肉盾拿肉异变，或者给老鼠拿输出异变。输出异变中，龙魂是最好的，其次是最新加强的小我多多。如果在你启动装足够的情况下，千刀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翻盘故事也不错，这几个都是老鼠能拿的输出型异变。老鼠比较怕蓝发直接弹死老鼠，所以老鼠的身边尽量不要站人，防止左移一直弹老鼠，把老鼠给弹死。如果在老鼠佩戴水银的情况下，打蓝发阵容就会从一个劣势对局变成一个小优对局，在阵容成型度相当的基础上，基本上老鼠都能赢下来。这里我们找不到重伤，但是刚好兰博来了，也就不需要做重伤了。我们这里可以考虑做轻羽，但轻羽并不能让我们的场面质量达到最大化。我们当前场上有2个2星4费卡，任何一张4费卡携带偷偷都会有不错的发挥表现。这里必须要考虑到兰博的蓝条比较长，所以给他兵甲能够快速的触发重伤，防止有些战士切进后排来，第一时间吃不到重伤。由于之前的经济管理比较到位，我们在5-2就可以顺利拉9进行抽卡。这里抽的勉强还不错，抽到了一张兰博和女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为老鼠补上狙神的羁绊。如果不是女警单挂一张麦迪的话，质量就稍微有点差了。不过都已经5-2了，我们的老鼠还没有找到2星，这里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。我们的血量如果大入2波的话，还是很容易死掉的。女警是一张非常优质的单挂卡，基本不需要任何装备就能凭借基础数值打出非常高的输出来。同时她的技能又有全队减甲的功能，能够帮助其他的义子打出更高的输出。这里我们手上的对子有比较多，而塞维卡如果2了换上去又会少很多羁绊。我们决定丢掉塞维卡，去找老鼠的2星，否则我们在5-3还没有找到2星的老鼠，就有些太落后于大部队了。之前提到女警的范围减甲减抗功能，女警这张卡攻速只有 0.5， 所以带密营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
他的装备里其实无尽倒是次要的，我觉得他的蓝 buff 跟青龙刀更重要，甚至包括头盔都同样重要，因为他的攻速实在太慢了。如果有额外的蓝亮装，能够更快的帮助他启动，他一旦启动就能提供不错的辅助效果和伤害效果。由于试验品格子的存在，老鼠的对位非常的朴实无华，基本上只要准备蜘蛛挪动到对面主 C 的一侧就可以了。如果对面拥有零封的话，请注意在最后一秒将老鼠挪开，不要吃试验品格子，躲开零封更为重要一点。我们的女警和兰博一张都没有2，不过目前已经不怎么重要了。我们合适的装备都落在了合适的义子上，场面的质量也非常的过关。还有一个超模的终身黄铜，虽然已经被削弱过，基本场面上没有人会打得过我们。我们一路抽到最后，终于抽出了2星兰博。其实这里场外有一家已经有7只大头了，我们尝试着能否找出大头来断他的3星4费节奏，但可惜我们就是怎么样也抽不出来。这里给兰博补上离子来做出减抗，给安倍萨还是比较保险的，他在放出第一个大招之前一般很难死掉。可以看到像老鼠这样的牌，特别是搭在分裂键的时候，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硬性的穿甲，因为老鼠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去打到后排了。而如果只是打后排的话，穿甲的收益就没有这么明显了。这边看到隔壁又多了一张大头，心急的要命，可就是怎么也抽不出来。回来后看到对面的3星大头，心都凉了一半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尽力去对位，想方设法赢得这场对局。我们第一波采用常规的对位，只是用蜘蛛去对位对面的主 C， 但发现这样子根本完全打不过，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种解法。在上一波，我们观察到对面的兰博的伤害比3星大头还要高，我们决定尝试让蜘蛛吃满伤害来眩晕住兰博，然后用安倍萨、兰博共同集火来尝试秒掉对方的兰博。如果能将对方的兰博一个技能不放的秒掉，或许还有胜利的可能。不过对面的兰博选秀回来更换了一件银血，并且还有一个大天使作为一个基础蓝量，我们没能第一时间秒掉兰博，自然也赢不下来这场团战。回顾一下老鼠这套阵容，这套阵容是一套需要大量的装备与经济的传统运营阵容。在有经济保底的情况下，8级很难低得很差。有2个2星4费和一个能用的5费卡的情况下，很容易稳住胜负关系，在5阶段上9继续提升质量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赤霄的视频可以3连支持一下，有指导棋的需求也可以私信我。